邻居的房子要被法院拍卖了。大家都知道拍卖房的价格比正常的价格要便宜很多，所以看房的人就比较多。王女士边哭边在收拾东西，家里不到4岁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在那里开心的玩。这让人心酸而又同情的一幕发生在山东的青岛。王女士2018年花了320万买了这套房，当时真是掏空了几代人的积蓄，东拼西凑才足够了30%的首付，大约100万，剩下的220万在银行中的抵押贷款。5年后的今天，这套房子市值只有160万，房价跌去了一半。而王女士从2018年到现在还了80多万银行贷款，很多人都会认为，那欠银行的钱是不是就是220万减掉80万，还剩140万呢？实际上，这5年中，王女士只还了18万多的本金，另外60多万只是还的银行的利息，这就是相当于她仍然欠银行200多万。王女士去年怀了2胎，加上受疫情的影响，他们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了，想把房子卖掉，去房产中介了解，得知这套房子只能卖160万，而此时他们仍然欠银行200多万，思来想去，便觉得亏得太多，不舍得卖，于是就放弃了这个选择，接下来便选择一条越陷越深的不归路。按照常人理解，咱们跟银行签的是一个按揭抵押贷款合同，干脆如果不还贷款，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不就得了，让银行自负盈亏去吧，无非最后银行把房子收走，那不就完事了吗？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各位点点赞，咱们继续往下。事情并没有像王女士想象的那样发展，接下来等待她的是5次沉重的打击，这5次一次比一次沉重，特别是最后一次。首先，房子经历了查封、评估、公示、拍卖后，这套市场价格160万的房子仅以128万成交，还给银行后仍然欠银行80多万。但是除了这80万外，还有什么违约金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还有20多万，也就是相当于仍然欠款100多万，并且银行还完这100多万后，才可以跟他解除之前签的那份银行按揭抵押贷款合同。事情到这一步还完全没有结束，因为王女士的违约、失信、逾期等因素，王女士夫妇2人已经上了征信的黑名单，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被限制大额消费，当然，他们乘坐飞机、高铁、动车的出行也会受到限制。另外注意的是，按照当前的经济形势，房子仍然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，但是银行为了快速降低坏账率，加上房价仍处于下探通道中，如果第一次留白，不排除后续仍会放宽拍卖条件，甚至降低起拍价等方式促成成交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房子被7折甚至6折拍卖出售，如果是按照6折甚至5折来拍卖，那样一来他要偿还的债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，不管你是欠银行的还是法院的钱，他们要求还钱的时间是有期限的，这个期限是一个短期，是不会像房贷那样允许你10年、几十年的，如果还不上，你有可能失信被执行而成为所谓的老赖，这意味着对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所以说，如果当时按照市场价格卖掉，只需补差银行40万。经过一番操作后，变成了欠银行100多万。本来想减轻压力，没想到到头来反而压力倍增，因为拍卖失去了房子，因为逾期跌到了征信，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这很可能会击垮一个人，压垮一个家庭。各位，正所谓是选择大于努力，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因为房价下跌幅度过大而盲目的选择断供，后果真的很严重。血淋淋教训。